非有消息，沙特阿拉伯的 PIF， 也就是著名的主权财富基金，被传闻说有可能收购马来西亚亚洲航空。主权财富基金是阿拉伯土豪们常见的资金模式，他们将王室收入转变为 PIF， 雇佣熟悉现代金融的专业人士来打理，经常能够获得成功。亚洲航空是马来西亚著名的低成本航空公司，最早创建于1993年。2001年由著名的托尼老师接管之后，它发展迅速，仅仅几年功夫便成为全球重要的航空力量。现在整个亚洲航空集团拥有飞机约260架，在泰国、印尼、菲律宾和柬埔寨等国设有分公司。亚洲航空以成本控制闻名，能为消费者提供极其低廉的机票。疫情前，亚洲航空经常在中国投放往返含税500多元的东南亚机票，帮助无数中国背包客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大门。但疫情后，它恢复不算特别好，至今还没有完全脱离 PN17。如果一切顺利的话，可能会在今年年中跳出该条款。疫情期间，亚航集团变身为 Capital A， 进军 OTA 平台和专业货运市场。但有消息说，他至今拖欠一些租赁商的款项，还有一些小伙伴说，他仍然没有为疫情时取消的机票退款。其实亚航的投资并非无往不利，他在日本的投资就失败了，他在印尼的远程公司也不成功。但是托尼老师的经营水平还是获得了普遍的认可，只不过马来西亚的市场容量有限，而各国的市场准入政策又多有限制。现在民航市场复苏， Capital A 据称希望获得大量的资金以再度飞跃。有人说大约只要2亿美元左右，有了它之后，亚航便可如鱼得水。沙特前几年新国王上台之后，大力发展民航产业。2023年前后传出消息说， PIF 准备投资1000亿美元，将沙特打造成为像阿联酋和卡塔尔那样的大型枢纽。为此出台的政策包括中转免签、沙特航空机票促销、创办利雅得航空、加码 Flynas 以及扩大对外投资等等。亚洲航空与沙特联姻具有强烈的文化背景，伊斯兰教是马来西亚的国教，马来西亚也接纳了大量多元文化，是很多穆斯林国家年轻人向往的地方。沙特投资马来亚航也有助于为自己的中转枢纽拉拢客流。如果从1000亿美元资金中拨出2亿满足亚航的发展需求，等于9牛1毛，但这笔钱不可能买下整个亚航。整个亚航集团现在的市值约10亿美元左右，而且交易还需要其他股东同意才行。现在正是亚航的事业上升期，应该不会想要全盘出售的。较为可能的结果是沙特出钱成为大股东，比如说出资1亿或2亿美元，占10%到20%的股份。但无论出售还是出资，一旦 Capital A 拿到这笔钱，无疑将展开新一轮的扩张，或许更多的东南亚航线和便宜机票也将会涌现。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